家好，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簡單的小手作，就是拉鏈小包。那這個拉鏈小包呢，它呈現是一個梯形的狀況，然後前後都有一個小外帶，可以收納小東西。那我做了不同的花色，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好做了，而且做起來非常非常的實用，可以裝很多東西。所以這裡有小貓花朵系列，那它前後呢，就是有這樣一個外帶，好，2個。好，总共2個外帶。那打開呢，就是置物空間。那因為是梯形又打角的關係，所以它的容量相當大。那它就有不同顏色的這個花樣哦。因為我都覺得很漂亮，所以我一個一個做。因為我太常用這種包包了，因為會把東西呢，就算沒有出門，你在家裡你也可以把東西分類收納好，一包一包的，就不會亂七八糟。哦，所以像這個。水豚君啊，就是什麼卡皮巴拉，現在大家這樣講哈，就是以前我們就是那個大老鼠水豚君哈，然後就是也是很可愛，然後還有這個紫色的小貓咪，因為我們店呢有這塊布，然後剩不多，我實在覺得它很美，所以就又有剛好對應的拉鏈的顏色，是不是超漂亮的？所以就也拿來做。那這個的容量有多大？你可以放什麼東西呢？比如說你可以放錢啊。那這個錢包就是最基本的嘛，我們就是可以把錢放進來。那因為有拉鏈的關係，所以你也不用怕說你包包這樣拿來拿去呢，錢不小心掉出來，好，就可以很好的收納。那前後呢，我們就可以放卡片。好，比如說你有什麼那個卡片，你放在包包裡面，好，它也不太容易掉得出來，因為我們做的還蠻密合的。那後面呢，就可以放一些那個電子發票還是什麼的，空間剛剛好，就是它的寬度呢剛剛好可以放那個卡片，好，所以就尺寸設計得很完美。然後你也可以拿來當什麼？你也可以拿來當化妝包，把你的口紅啦，像我隨身會攜帶小藥膏，跟那個皮膚過敏的人就是會帶一些這種藥膏啦，哦，還是這個好像什麼。萬用藥膏，連什麼抓傷啊、皮膚外傷啊都可以擦，然後還有這個眼藥水，哈，然後我基本上出門不補妝的啦，就是隨便它，然後但是我一定會擦護唇膏，哈，那像這個護唇膏呢，擦起來氣色比較好，那它的空間還很多，你還可以放那個。如果有在補妝的朋友，還可以放那個粉餅啊什麼的。那前後你可以放那個護墊，還是那個小小的那種袖珍型的那個濕紙巾，好，還是把它放到裡面都可以。當然，你還可以放什麼呢？你也可以把它拿來，換個花色放好了。你也可以拿來收納什麼呢？3C 用品，就是說你的那個充電線啊，好像這樣糾結在一起，有沒有？然後你如果直接放在你的大包包裡面，是不是會亂七八糟？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這種小包包裡面去做收納，然後再加上一個那個插頭，哈，不是插座帶不走，插頭，這樣是不是你就可以，就算在家你也可以把 Type C 或是那個 Lightning 或是那種小的那種梯形的那種線，你都可以分開一包一包把它收好，哦，所以前後呢還可以放那個什麼比較小的那個無微不微的那種小3C，像我自己之前還會放什麼記憶卡什麼的。好，那你也可以放什麼呢？像我自己家裡，以前都是用那個有線耳機，哈，然後現在有線耳機偶爾還是會用，然後我也有這個 AirPod， 哈，這種無線耳機。那這種東西呢，我們平常在家也可以把它收納在一起，來把它放着。好，然後還有什麼髮夾啦，還是什麼藥品啊，你都可以分類的，一個一個把它放好，然後你拿來平常出門帶出去用，或是送給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實用的哈。像這樣子卡片啊，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哈，就真的很方便了。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這個超級好做，然後做起來又很實用，容量又很大的一個雙外帶拉鏈包。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這個叫啥？它的那個裁片。好，我們介紹裁片呢，就有首先我們就是外面有2個外带嘛，所以這個口袋的部分就有2片哈。那我上面是做折雙的，布襯就只有貼一邊，然後還有2邊的這個中間表布帶身哈，表帶身就是切成這樣子。
好，中間夾車那個外帶，然後裡部呢就是整片就可以了。所以裁片非常簡單。然後這裡有一個這個那個手部環的位置哈，就是說讓你這樣拿着會比較好拉。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加D型環啊，或者是加什麼鈎環都可以啊。因為我之前做的每一個都有加，那這個我就覺得不要每個都加。那如果你們自己想要加的話，就自己加，好不好？然後呢，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做它嘍。好，按照慣例呢，我們首先來把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先車起來。什麼是雜七雜八的東西呢？就是外帶跟這個布環的東西的那個布料。好，我們先把它折好，然後就直接可以車了。好，我忘記開電了。好，直接這樣子把它折起來，對折去車就好了。好，那你在燙布襯的時候，就順便幫它燙一下啦，你就會比較好做。好。那如果你是要加D環的人，你這個寬度呢就要配合你的D環的大小去做。好，好，我們就直接把它車起來。那我基本上我都會車有一點長度之後再剪我需要的大小。那你也可以車長一點哈，可以讓你的手呢可以直接穿過去。哈，那就是看你個人的需要，我們去做变化。那如果你要穿過去，你不可以量這裡的位置，你要量手腕最大的位置，不然你手根本穿不過去。好，接下來是口袋的地方。那我們口袋呢，下面呢是要把它車起來的。好，就這樣，像這樣子，很簡單啊。這個就是偶爾要教一下那種簡單，讓初學者呢也有很輕易就可以上手。好，然後不會覺得很灰心。然後就算你常常做的人，你也可以做一個簡單實用、整個超療癒的作品。好。2個外帶都這樣車哦，就是把底下車起來就好了。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把它翻到正面。好，然後呢就把它翻到正面來。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其實這個袋子不難，難的就是應該算是說你要去算它的這個比例吧，長寬高比例跟厚度的比例，長寬高就是厚度啊，就是有講到厚度了哈，就是要去算它的那個，看它的那個比例的感覺。好，然後我們翻到正面之後，把袋口車起來，只要車袋口就好了哈。那我有加了一個漂亮的布標，所以呢，我要從正面的地方，壓一塊布標。那我們可以折起來之後，中央先用這個珠針呢，給它稍微固定一下，這樣你就不用畫記號線了。然後把布標稍微折起來，把它對折，然後放到跟它對齊。這樣打開呢，你的布標就算不用畫線，你也可以放在正中央的位置。好，接下來呢，这2個外帶，這個等一下這個蠻後面用的，比較後面用，把它放到那個適當位置。那我有先畫好記號線了，那就是袋底的地方再上來一點哈，就袋底位置再上來一些。然後呢，把底下車起来。当然，你也可以車一個 U 字形，好，把它車起來，因為它不是 U 啦，它是 U。我注音符號怎麼念呢？U，對，好，把它車起來。那車的時候，我們當然就是要，剛這個車在正中央，你現在就要對齊好哈，才不會歪掉。這幾天下雨哈，在家車東西最好，不要出門。在家車東西，你就會覺得蠻爽快的，聽着外面的雨聲，放個音樂就很舒服。好，這樣子呢，外帶一個就車好了，我們來車另一個。那像這個圖案有上下哈，它的圖案有上下，你要
車的時候，剪布的時候都注意一下。剪布還好，因為它是四方形。好，那車的時候注意一下上下。來，再把它车起來。這寬度沒有剪得很剛好，趁這個時候把它修好。好，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車左右兩側的這個拼接。好，那這個就有上下位置的關係，所以你們在剪布的時候要小心，不要讓它那個翻過來。啊，如果不小心剪錯，你也不想拆的話，那也沒關係啦，因為你翻過來就翻過來了，下一卡你就會做得更好，或是有剩布呢，你就重新剪一下。好，我們把側邊呢車起來。然后从然后从正面压線，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是不是很簡單？把它拼接起來就好了。這個一天哦，大概如果你認真做一天，做10-20個應該沒問題。好。這樣子呢，後片就做完了，沒有布標的就後片嘛。那前片做法其實一模模一樣，就給它一樣車起來就好了。那這個的那個口袋的大小呢，我設計的是剛好可以放名片的大小哈，就是那種一般卡片的大小。所以如果你有特殊想要放不一樣東西的話，你也可以自己調整寬度哈。好，這樣子車完之後呢，我們來把這個布環呢放在是這個側邊啊，看你要做多大。好，我們布環放在這一頭，把它放着。好，這樣子呢，我們的2塊表布跟表帶身跟裡帶身完成了之後，我們就要來開始車拉鏈。好，那拉鏈的話很簡單呢，把拉鏈的頭哈，因為這應該是初學者，很多人如果你不知道拉鏈頭要朝下哈，所以那個有一個拉環的就是正面嘛，我們就是要朝下把它放好，然後車起來。從頭車到尾，不用客氣哈。從頭車到尾。那在車的時候稍微對一下哈，說你看你這邊跟這個前袋的這個拉鏈呢有沒有水平哈？如果沒有水平，趕快趁機喬一下，這樣你做出來的袋子看起來才不會歪歪的哈。因為你剪布有時候可能會剪歪哈，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double check 一下，說你有沒有把它車歪掉。像我常常亂剪布，很常剪歪，我都是會在最後這個步驟的時候看一下。好，然後呢，裡布呢疊到跟它正相對，正面叫做正相對，對好之後呢，照着剛剛的線再車一次。車到有拉鏈頭的地方呢，我們要把拉鏈頭往另外一邊拉，好，這樣才不會卡住。如果你不想卡住的話，你可以換那個窄邊壓腳，哈，就不會卡住。好，接下來我們要車另外這一邊。我先教你們壓線好了，好，因為現在這樣比較好壓線。好，現在壓線的時候要注意的是，我們必須把表布跟裡布打開，好，打開，然後縫份呢，往縫份這個叫縫份，往表布這邊放，然後呢，從表布這裡，好，就是有圖案的表布這個地方，哈，從這邊壓一道線，好，把它壓線壓起來。記得你的表布跟裡布一定是要分開哦，哈，就是把裡布呢往右邊放，然後表布呢縫份往左邊放，然後從正面壓線。這樣你車起來的拉鏈帶就會很漂亮。
那在壓線的時候，你還可以再有一次機會把它喬好，好，把它這個水平線呢，把它喬好，像這樣子，好，好，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哈，來，一樣哦，好，先車拉鏈，車到有拉鏈頭的地方往下拉，好，然後再繼續往前車。接下來車裡部正相對，正相對，好，然後把它放上來之後，從原來那條線再車一次，車到有拉鏈頭的地方，再往另外一頭拉，好，手伸進去布料的夾層中，我一根頭髮瞄到我的鼻子好癢，還有講話口疾，鼻子好癢。好，然後我繼續往這邊車。接下來要怎麼樣？裡部跟表部分開，裡部跟表部分開，縫縫往表部這邊放，然後從正面壓線。好，我把拉鏈打開給你們看哦。先把針朝下，來，拉鏈打開給你們看，有沒有？跟剛剛一樣的，只是剛剛被這一片擋住了，有沒有？所以是表部、裡部，然後縫縫往左，往表部方向，然後呢，繼續往前車。好，我們現在就得到一片像這樣子的那個拉鏈在中間，然後表部、裡部各自在左右兩邊，對不對？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整個帶子組合起來了，是不是就緊呢？好，來先把它組合起來的時候，我們要對一下旁邊這裡，好，它的高度，這個接合線哦，要把它對好，用強力夾把它夾住。另一邊也是一樣，這邊開的會比較不好對哈啊，就是也沒有到多不好對，就是你這邊要對一下哈。就是把它併在一起，哈，兩條線 ，OK， 再把它夾住。比較神奇的是，有時候就算你對得很好，車起來也不一定會剛剛好。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剛剛好，最好是用珠針啊，珠針別上去的話不太會跑。好，然後我們就從側邊開始車。車的時候小心你不要車到你的拉鏈頭，哦，拉鏈有一個頭尾，哦，你摸一下就知道它拉鏈頭硬的在哪裡，它會有一個硬的東西。我們小心不要車到拉鏈的頭，哈。好，就這樣把它車起來。另外這邊也是一樣，把它車起來。好，繼續車。接下來我們把帶底車起來，然後趁着這個底還沒有車起來的時候呢，好，這個底還沒車起來的時候，我們先來把帶口呢，帶底啊的這個打角先車起來，因為這樣手比較好穿進去。如果你這裡車的正反口的大小，手比較不好穿啊。我們就把這樣子手穿進去之後，就可以把它撐開，把縫縫打開，往左右兩邊打開，好，像這樣子，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打角車起來。因為這個我們打角有先剪出來哈，所以就可以直接這樣子直接車。要不然以前的話，我們都要對那個對角線，有沒有？然後再去車完再去剪掉，那現在我們就是可以這樣車，把縫縫打開，卡碎，好，你的車成品呢看起來會比較漂亮。打開之後就把它車起來，前後都要記得要回針哦，好，來，這兩邊車完了之後，我們再來車帶底。
的裡部，裡部的袋底，那我們就要留一個反口，不要車到。好，等一下要從那邊翻出來。接下來就把裡部的這個袋底呢，也把它車起來。那一樣把縫份打開，看起來比較精緻。觉得這個縫份怎麼一邊大一邊小，好好笑。好，來繼續車另一邊。我指甲前2天剛剪變比較短，感覺比較不好分開這個縫份，因為我指甲很硬那真的是好幫手就是有時候要搓開什麼東西我指甲是超硬的那一種。好，再把袋底車起來。接下來呢，很簡單，我們當然就是從反口呢，把這個袋子翻到正面來。好，翻到正面的時候呢，我们就把手伸进去我们的袋底呢，把这個底部呢，把它這個角角用手指頭把它戳出來該吐出去。好，這樣子，這樣你也不用用錐子了，它就很漂亮了。好，接下來呢，不要急着把裡部塞進去，我們還要做一個動作，就是把這個縫份呢，側邊這個拉鏈開開的這邊縫份把它打開。好。縫份打開之後，把裡部手捏住大拇指捏外面，食指捏裡面，把這個縫份打開捏住，然後把它往內折。之後呢，把這一小段1公分左右各1公分，總共2公分左右，把它車起來固定。好，這樣固定好之後，它就不會翻上來了。接下來把裡部的這個反口把它車起來，我們快完成了，剩最後一道線就是這一條。然後呢，把裡部的這個反口車起來，我們就完成了耶。但是還要整形啊，等一下教你。好，這樣子車完了之後，已經不會用到裁縫車了，把裡部再塞回去。袋底的地方塞好，剩下這個側邊把拉鏈頭往外拉之後，很多人這裡就是重點，很多人就說他這個拉鏈頭這邊很醜，怎樣都做不好，就是因為你沒有把這個邊邊角角呢把它挑出來。好，有些人做完就說我的這個拉鏈頭的邊邊怎麼這麼醜？因為你需要錐子，然後不要挑表面，把錐子伸進去裡面，直接把它挑出來。那有些人說我的怎麼還是這樣，不是很漂亮，就是因為你沒有很用力的把它挑出來，或是說你沒有把它挑得很平整。好，基本上呢一挑就出來，挑完之後我們的袋子就完成了，像這樣，是不是就做好了？前後各有一個外袋，有沒有？然後裡面呢是一個大空間，好，就可以放很多東西，包括像我們有這個扣環啊。平常這些縫紉材料，我們都可以把它收進去，就不會掉。我的小鳥，這樣子，是不是很方便？又很可愛。然後把它稍微，你要燙不燙，其實都還好，用久了都一樣很好用。所以像這樣子，我們完成了我們簡單的這種包包呢，就是我覺得就是讓我們的那種平常呢生活更便利。那拿出去呢，你平常如果出去玩，你也可以放，像我都會做一個這種包包，我都會放一個這樣子的包包，放在機車裡面，放一些錢，可能只有100塊或120塊。有時候臨時突然要買什麼東西，不至於沒有錢。因為我上次曾經有一次突然想喝咖啡，忘記帶錢包，就在路邊等我同事來救我。就是突然想喝杯什麼東西的話，還是想買個麵包回家，你就才有錢可以放，所以都會放一個在置物箱裡面。那我平常這個東西呢，我都會拿來收各種的這個線材，
好，就不同的線材。那化妝包呢，我也會準備好幾個，在不同的大包包裡面都各放一個。反正自己會做就是任性啊，愛做幾個做幾個，對不对？而且它的用布量很省哦，就是說，如果你就算沒有跟我買材料包，你也可以用家裡剩餘的布料呢來做一個像這樣子簡單好用的雙外帶拉鏈包，對不對？好，是不是很讚啊？所以喜歡的朋友，這麼多圖案，總有一個你喜歡的吧，對不對？它可以站着嘞，很厲害哦。給你看，好，像這樣子，都不用塞東西，它就可以站得好好的。放的東西反而不太好站，這樣子，有沒有？放太遠，看不到。好了，總而言之就是這樣。喜歡的人趕快自己做起來吧，拜拜。手做是件美好的事，就在清秀家。